丈母娘脑梗抢救的黄金6分钟里，我淡定地站在一旁掐秒等待6分01，然后才打开手机划过老婆的号码，故意错打给老婆的堂姐。老婆，你快回来，妈摔倒了，她脑袋流了好多血，怎么办？我从小就晕血，你快回来。上一世，我第一个发现丈母娘摔倒，当即叫来救护车把丈母娘送去了医院。手术进行前需要直系亲属的签名，可当我联系老婆来医院签字的时候，她却觉得是我吃醋她陪着初恋，一切都是叫她回去的借口，怎么都不肯来医院签字。最后丈母娘因没得到及时的救治去世了，老婆没有见到丈母娘的最后一面，将这一切归结到我身上，是趁我不注意将我乱刀砍死。这一次我找了她堂姐，她还会将这一切怪罪在她堂姐身上吗？堂姐柳玉家离我们很近，平时走路10分钟都不到。果不其然，5分钟不到，门外有人敲门，我连忙开门，看见来人我假装惊讶：“姐，我不是打给了柳如烟吗？”她没有解释，而是一把抱起丈母娘往楼下跑，还出声让我跟上。等到医院，丈母娘身上的血已经将柳玉的衣服染湿了。谁是病人直系亲属？病人情况紧急，需要直系亲属签字。护士急冲冲的从急救室出来，手里还拿着病危通知书。我是他女婿，我来。不行，需要病人的直系亲属签字。随后他看向一旁的柳玉，我是他侄女。他其他家里人呢？护士，你们签手术吧，我来联系直系亲属。护士拿着病危通知书又回到了急救室，我当着柳玉的面掏出手机打给柳如烟。第1通电话挂断，第2通电话挂断，第3通电话终于接通了。我按了免提，所以柳如烟不耐烦的声音充斥着整个走廊。你有完没完？一个劲儿的打电话。老婆妈刚刚摔倒了，流了很多血，需要直系亲属签字，你赶紧来和平医院。一如既往的冷漠，上一世也是如此。妈摔倒了，你送她去医院啊？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我又不是医生，你知道我在楚生这里，所以吃醋故意打电话这样讲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没用，你是个废物吗？离了我就不能活了吗？电话那边响起了一道温柔带有哭腔的男声：“如烟，我好害怕。”不等我说什么，他已经将电话挂断了。周围的人都以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苦涩的笑了笑。柳玉气急了，叉着腰在病房前走来走去，当机立断道：“接着打，我就不信一个男人还能比自己的老妈重要。”听到柳玉这样讲，我又一次当着所有人的面拨了个电话过去，却不想这次电话才响2声就挂断了。再打过去，却发现我已经被拉黑了。我表面着急，眼泪无助的流了下来，实际上却狠狠的松了口气。柳玉气急了，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手指颤抖的打电话给柳如烟。我忙抬头，一脸感激的看着她。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接通的瞬间，柳玉厉声开口：“柳如烟，我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在干嘛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到和平医院来。”那头声音有些嘈杂，似乎在人多的地方。姐，顾景年真够可以的，竟然拉着你一起来演戏，那蠢货闹也就算了，你跟着他闹什么？我现在这边真的有事，没空陪你们在这边闹。每次我只要来楚生这边，他必定闹这一出，想让我回去各种各样的借口。这次竟然拉着你一起演戏，他就不能独立一点吗？我还有事，挂了。柳玉正要开口讲话，那边却丝毫不拖泥带水，直接将电话挂断。柳玉看着被挂断的手机，一个又一个的拨打柳如烟的电话，可电话那边只有冷漠的机械音。柳玉从一开始的愤怒到无力到失望，最后柳如烟竟直接将柳玉的电话拉黑了。柳玉再也抑制不住愤怒，对着那边忙碌的机械音大骂。我流着泪，双手握着脸无声的哭泣，其实是怕我自己控制不住嘴角的笑。护士台的护士叹了口气，一脸无奈，将手机递给我：“你用我的手机打吧，人命关天。”我接过手机，感激地看着他。电话拨通后没多久就接通了，只不过听见我的声音，柳如烟直接咬牙切齿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到底是要怎样？没了我你是不能活吗？我现在一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恶心，这次回去就离婚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”说完，直接将电话挂断。刚才同情我的人，现在纷纷都愤怒了起来。自己亲妈都病危了，女儿还在陪小三呢，真是给女人丢脸！呸，什么玩意儿！人受再大的委屈的时候，只要没人看见，都会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。但只要有人在这时候稍微关心一下自己，那是真绷不住，泪水溢出眼眶，嘴角不自觉地往下瘪。我将手抬起来，在脸上胡乱地擦。刚刚一直在我旁边围观全程的一名女性递给了我一张纸，还有一张名片。我定睛一看，离婚律师温庆。我接过纸，擦了擦眼泪，又将名片不动声色地放进衣服口袋里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。医生出来手术室，疲惫地摘下口罩，对着我和柳玉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老人年纪太大了，流血量也大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说完，他不再说话，径直地穿过我们。原本丈母娘的葬礼需要柳如烟来主持，但柳玉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联系她。她这个不孝女，不配做我大伯母的女儿，就是可惜了大伯母从小爱护她，养出了一个白眼狼出来。柳玉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的怒火几乎压制不住。柳玉算是柳家学问最高、最有能力的人，所以他说的话大家都不去反驳。就这样，我和柳玉联系殡葬服务。就在我以为柳如烟不会出现的时候，她出现了。今天是丈母娘下葬的日子，大家正准备一起出发给丈母娘送行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柳如烟的怒吼：“顾景年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你现在为了骗我回来，不惜联合大家哄骗我是吧？行，真有你的！”见到柳如烟的那一瞬间，上一世濒临死亡的恐惧感强烈的涌向了我。我抱着丈母娘的遗照，不受控制的发抖，眼角流出了生理性的泪水。闹够了没有？当初我们接连打几个电话联系你，你怎么说的？你在那男人那里什么都不肯听我，你现在回来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？我们柳家没你这样的畜生，滚！
姐，顾景年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们一起联合起来欺骗我？不行，我要找我妈问清楚，她到底怎么想的，配合顾景年玩这一出闹剧。说着，柳如烟一边大喊丈母娘，一边四处找丈母娘的身影。柳玉闭上眼睛，深深的叹了口气，小心的将丈母娘的骨灰放在灵堂上，走向柳如烟，将她狠狠的拽到丈母娘的骨灰前。跪下！你不是要找你母亲吗？这里面装的就是你到底是有多无知，多愚蠢，会认为我们都在联合起来骗你？你是有多大的脸？柳玉的情绪有些激动，姐夫安抚性的拍了拍她的手臂，不知是不是柳玉的情绪过于激动，姐夫安抚她的动作停了下来，僵硬的挪开了。柳如烟看着灵堂上的骨灰和我手里丈母娘的遗照，跌坐在地，双手揪着头发，痛苦大哭。突然，她抬头，目光阴狠的看着我，像一只野兽一般嘶吼着扑向我。都怪你，我妈那么大把年纪了，你作为一个女婿却不照顾好她。既然她在世的时候你做不到尽孝，那就去死，到了阴曹地府继续去尽你做女婿该尽的义务。我毫无防备，她双手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，哪怕我用尽力气想要推开她也是无用功。就在我以为我就快要死的时候，禁锢在我脖子上的那双手松开了，我挣扎地爬起来，大口大口的呼吸，这才发现是柳玉和另一个男生把柳如烟拉开了。我颤抖地将眼角的泪水擦拭掉，柳玉一巴掌打在柳如烟脸上。你清醒一点！柳如烟此刻杀红了眼，就在她起身要和堂姐厮打在一起的时候，她的手机响了，手机铃声是楚生录的音，是属于楚生的专属来电提示。看样子柳如烟是真的很爱楚生啊，哪怕在这样愤怒的情况下，她都能冷静下来接他的电话。喂，好，我现在过来，你别害怕。说完，她挂断电话就要出去。你要干什么去？你作为大伯母的亲女儿，你不送她最后一程吗？柳玉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柳如烟，既然你们都在，也不少我一个。楚生现在需要我，我必须去。说着就要往外走。你简直疯了！不许去！你没回来也就算了，但是你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就哪儿都不准去。你要是敢去，我们柳家从此没有你这号人。你要为了一个男人跟所有人决裂是吗？你看清楚，这个在你母亲病危的时候尽心尽力的人才是你的丈夫。不知道是哪句话戳中了柳如烟，她逐渐放缓脚步，回头看丈母娘的骨灰盒一眼之后，掏出手机给楚生发了短信。殡葬仪式结束后，柳如烟呆呆地跪在丈母娘的墓碑前，看着丈母娘墓碑上的照片猛然大哭，看着她悲痛欲绝的样子，我心里只有痛快与恨。我不敢单独和她相处，所以准备趁大家都在的时候提离婚的事情。话到嘴边还未说出口，柳如烟的手机又响了。柳如烟没有接，可电话那头的人好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在第三个电话来的时候，柳如烟接起了电话，不知对方说了什么，她瞬间慌张了，忙起身就要朝山下走去。你又要干什么去？柳玉神色不悦地叫住柳如烟，姐，楚生出事了，他儿子刚刚病重去世，受不了打击，现在在闹自杀，我必须得去。听到这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2年前我也曾和柳如烟有过一个孩子，可那孩子终究与我无缘，他在肚子里待了6个月还是走了。当时的我悲痛欲绝，可柳如烟脸上的欣喜抑制不住，她告诉我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，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要孩子。可惜当时的我被爱他的那颗心给蒙蔽了双眼，以为他不愿我伤心，所以故作坚强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孩子是他亲手拿掉的，如今他却能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般上心，我只觉得可笑。柳玉看了我一眼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柳如烟已经跑到车前开车走了。不过也好，柳如烟如今对楚生的痴心已经到了执念的地步，所以我此时提离婚的话应该比较容易。我联系了在医院给我递名片的温律，请他帮忙拟了一份离婚协议。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楚生死了。这件事是我后来刷手机视频的时候知道的，因为那个抱着楚生尸体痛苦的人正是柳如烟，而发表时间正是丈母娘下葬。柳如烟提前离开的那天，我着急地翻遍了所有的评论区，才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经过。爆料的自称是医院的护士，说是楚生不到1岁的孩子因病去世，他承受不住打击，从医院的天台上跳了下去，而柳如烟匆匆赶来，却恰好看见楚生从楼上跳下来的过程，深受打击。评论区都在歌颂柳如烟和楚生的爱情。哇，这个女的看上去好深情啊，我什么时候能谈上一个啊？天哪，这个女的看上去好爱啊，纯爱战士应声倒地。就是这个男的太自私了，孩子没了还能再要啊？他竟然能为了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撇下一个这么爱他的女人，气死了！小姐姐，咱不伤心，好男人多的是。看着这些毫无三观的评论，我无奈地退出了软件。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情，柳如烟如此恨我，我害怕她最后把楚生的事情不分青红皂白地怪到我头上。我不想莫名其妙死第2次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第3次重来的机会，所以我必须得做好完全之策。我和温律师约了下午3点在咖啡店见面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我只想顺利地把婚离了。我不想刺激他，不想为了1点钱将自己陷入绝境。温律师没有再多问什么，将离婚协议书拟好了之后发给了我。回到家，我拿出手机看了那个视频，一次看还都是好评，瞬间风向瞬变。我知道他老婆当时和一个女的一起送他丈母娘来医院，但应该不是不正当的关系。我当时还接电话给她老公，我去，那女的跟她老公说话真的难听啊！我手机有自动通话录音，不信的可以进我主页看。对，我可以作证，上次我也在。话说当事人还蛮多的。可怜啊，尽心尽力的照顾丈母娘，给
给老婆留时间去鬼混，造孽！评论区还有不少人肉柳如烟，甚至联名让柳如烟的公司开除她。再往下刷就是柳如烟收拾了东西离开公司的视频，和前几天那个趾高气扬的她完全不一样。视频里的她颓废，毫无生气，也毫无素质。她看见有人拍她，冲上去就要打掉人家的手机，甚至动起了手。有人报警，视频最后柳如烟狼狈的被警察带走了。我去楼下随便找了个照相馆打印了离婚协议书，刚准备回去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让我去警察局缴纳罚款和谈赔偿的事宜，签字之后就能走了。我本不想去的，但是又想了一下，此时去警察局提离婚是最好的时机。到警察局的时候，交了罚款，赔了3万给对方。柳如烟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我姐没空过来，不然我是不可能打电话给你的。”看着这个让我恶心的女人，我深吸一口气。柳如烟，我们离婚吧。她正走到门口，听到我的话，转过身来，不可思议地望着我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她却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，一脸蔑视地看着我。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的要娶我，现在又是演哪出戏？她一步一步缓慢地朝我走来，对她的恐惧是来自潜意识的，哪怕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和她对峙的准备，但身体还是会害怕地发抖后退。我不同意，因为她将脑袋凑到我耳边，低声道：“我还没有为楚生报仇，如果那天不是你非要让我回来，那天楚生就不会出事，我也不会落得个什么都没有的下场。”说完，她笑着替我理了理领子。因为我爱你啊，老公。这句话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的。你爱我？哼，爱我会在你母亲病危的时候陪在别的男人身边，爱我会在你母亲葬礼上对我大打出手，甚至喊我去死，爱我会在你母亲葬礼的时候离开，去找另一个男人。说着，我拿出手机，放出手里的电话录音。周围人一片唏嘘，纷纷都看向了柳如烟。她盯着我的眼神一片冰冷。老公，还有30天冷静期呢，我觉得你肯定会改变想法的。我落荒而逃，想趁他不在，赶紧回家收拾我自己的重要证件和换洗衣物。老公，这是要去哪里呀？柳如烟笑着一步一步走向我，仿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嗜血修罗。我悄悄从口袋摸索着早就买来想要防身的辣椒水。柳如烟，我们毕竟是夫妻一场，没想和你闹僵。我要和你离婚是因为你不爱我，我甚至都能接受净身出户。我不想激怒他，此刻激怒他对我没有一点好处。你选择净身出户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对我有亏欠吗？你害死了楚生，你还有脸要其他的吗？他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我实在想不通，一个人怎么能三观扭曲成这个样子。从头到尾，我从来没和楚生见过面，没和他说过话。他死了，你找不到发泄的对象，就说我害死了他，是不是太牵强了？不，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就不会和楚生分开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我回来，那楚生出事的时候我就会在，那他就不会死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你害死了我妈，害死了楚生。你现在却想一走了之，没门！他脸上表情扭曲，已经丧失了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思考能力和三观了。现在你就下去陪他们去赎罪吧。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把匕首，瞪着眼睛朝我走来。开门，柳如烟。正当我在思考该怎么脱困的时候，有人敲门，是柳玉。我很想冲过去开门，但我不敢。柳如烟离门那么近，我怕我冲过去还没开门，就先让自己陷入危险。柳如烟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再不开门我就报警了。柳如烟一直敬重柳玉，但此刻听了柳玉的话，眼底有杀意。你和柳玉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的？就因为我现在不爱你，不碰你，所以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爬上我大姐的床？柳如烟，你别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就把所有人都想成和你一样的人。我和柳玉清清白白，我甚至平时都不怎么和他来往，你别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柳玉，你叫的可真亲热啊，还说你们没一腿。那天怎么是你和他送我妈去的医院？那天他处处站在你这边，还有，你看他现在着急的样子，你说你们没有一腿，你看鬼信不信？说完，他大步向我走来，就在准备对我动手的那一刻，我拿出辣椒水，死命地喷他的脸。他痛苦地捂着脸嚎叫，我趁机绕过他朝门外跑去。柳玉正拿着手机，好像在报警。柳如烟要杀我，他疯了。没事，我刚刚报警了，警察应该马上就会到了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一点，就看见柳如烟红着眼，手里握着匕首朝我们走来，但柳玉此刻竟丝毫没有察觉。闪开，他手里拿着刀。尽管柳玉反应已经够迅速，但还是被柳如烟戳了一下。柳如玉反手回敬了回去，一下又一下，我一时间惊呆了，不知柳玉是泄愤还是蒙蔽了双眼。柳如烟不知中了多少下。到最后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柳玉，缓缓地。柳玉看见倒在地上毫无生命体征的柳如烟，慌乱地丢掉了匕首。他握着小腹上的伤口，慌忙地朝电梯跑去，却不想电梯开的那一瞬间，里面出来了几个警察，将他扑倒在地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没罪，我是自保，对，我是自保，他要杀我，我是自保，放开我。警察上前查看柳如烟的状况，发现她还有些轻微的脉搏和气息，忙叫了救护车。而我作为当事人之一，被警察叫到警局去了解情况。我没有动手杀人，只是用自制的辣椒水自保，且匕首上没有我的指纹，我很快就能离开了。柳如烟因受伤严重，在去往医院的途中就死了。而柳玉在柳如烟已经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，还补上了好几刀，导致柳如烟受伤严重，来不及救治就死了，属于防卫过当，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0 3个月。我身为柳如烟的直系亲属，替她办了简单的葬礼。我站在柳如烟的墓碑前，望着她的照片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姐夫来了，也就是柳玉的老公，给柳如烟献上一束菊花。我救了你。什么？
他转过身看着我，我说是我救了你，那天是我告诉刘玉，柳如烟怒气冲冲的回去了。我不解，就算如此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你们一直都以为柳玉是一个知书达理、冰清玉洁吧？但其实她骨子里比谁都恶劣。说着，他脱掉外套，露出了身上新旧不一的伤痕，看得出来，身子的主人常年经受皮肉之苦。一开始我也与你们一样，认为他是这样的人，可婚后不到1个月，我就发现他出轨。被我发现后，他一开始是下跪祈求我的原谅，后来又有一次被我发现，我知道他的根就是坏的，所以我提出要离婚，他不同意，还出手打了我，不让我去工作，断绝了我所有的社交。我想过报警，但警察都以家庭矛盾结案。我想过逃走，却总能被找到，每次被找到后都是一顿毒打。直到3年前你出现了，柳玉看你的眼神充满着欲望，我原以为他会勾搭上你，但我没想到他这次这么能忍。当你拨通了他的电话时，他正在打我，接到你的电话之后，他就急匆匆的离开了。那天他应酬喝醉了酒，我告诉他我看见柳如烟气冲冲的回去了，手里还念叨着去陪葬之类的话。他一听果然出门了，他们都没让我失望，他们互相残杀，狗咬狗。你说这算不算是我救了你呢？不然那天死的就该是你了。从那以后，大姐夫消失在大家的视野，而我便卖了家里的房子，拿着丈母娘留下的遗产和夫妻共同财产，也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劫后余生之后，我更加珍惜时光。